世界風水系列新加坡俾人開場破土，很著名的魚尾獅啦，水木火土金嘅一個五行嘅一個格局，幫手去擋煞咯，好重要嘅地方。金沙酒店唔使講啦，一定係風水佈局嚟嘅，將大嘅財氣送入嚟啦。你一望向左邊，仲有一個摩天輪，我一數28個，代表咩意思啊？普通人去新加坡打卡招財的一些風水方法。進入咗九紫離火，我發現我哋而家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變局。每個人都有佢自己生活嘅問題，財運、姻緣、家庭以及健康。面對呢個命運嘅十字路口嘅時候，自己唔知點樣去選擇，或者亦都唔知自己可以做出乜嘢嘅努力。鑑於此咧，我決定推出我嘅中華智慧大講堂，通過我哋民族了不起嘅道家哲學思想，通過易經、八字、風水等等嘅道法術器，去解決我哋人生中嘅一次又一次嘅困難。喺我哋面臨命運嘅十字路口選擇嘅時候，做出最優嘅解決方案。歡迎大家嚟到風水說道，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耀，歡迎回來我們的世界風水系列。今天啊，我會跟師兄講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，那就是新加坡。說實話呢，我一直挺好奇的，新加坡面積那麼小，但是呢，很多人說這個地方的風水啊特別好，到底它有什麼獨特之處呢？新加坡咧，我可以咁樣講啦，應該係所有華人都好中意嘅地方嚟嘅。雖然話佢係一個多民族結合嘅，有華人嘅地方啫，就離唔開中華傳統文化風水。冇錯啦，喺呢度咧，我想講，除咗講風水之前咧，我想問下阿子耀，你對新加坡有咩印象咧？當然是肉骨茶啦，我一去下飛機就要吃一碗。其實我係中意嗰度咩咧？係海南雞飯嘅。海南雞飯冇錯，海南雞飯啦、肉骨茶啦，我覺得都係特別好食嘅。經典。因為我嘅命裏邊咧係有食神嘅，咁咧我覺得咧係啦，快樂嘅完全就源於食嘅。新加坡我要問下嗱，除咗食之外咧，你對於邊個建築物係最有印象嘅？我個人覺得最有印象的就是我第一次去新加坡的時候呢，故宮就有一個很大的噴泉，很漂亮，這個是我最記憶深刻的。我估唔到啊，因為好多人同我講咧，佢對新加坡嘅第一個印象咧係魚尾獅嘅。哦，那個是必須要遊客打卡的。係，不過既然你講到機場，我都係好中意嘅。講樟宜機場咧，我相信所有人最大嘅印象就係佢呢個瀑布啦。沒錯，佢呢個瀑布咧，哇，50米，你又可以講係噴泉，因為佢係人造嘅。對，它是循環的嘛。其實樟宜機場咧喺成個新加坡嚟講咧，係佢個龍頭嘅位嚟嘅。個龍頭位咧，我哋話龍最中意嘅就係汽水啦。如果冇一個大嘅水咧，個龍就冇辦法去游走嘅。我哋就俾咗一個好大嘅窿俾佢，入去喺度裏邊去砌食。冇錯啦，最靚嘅咧，嗰個唔係一個瀑布嚟嘅，嗰個係一個聚寶盆嚟嘅。你見到佢個前面咧係好大，沒錯。然之後咧慢慢收在一起。係啦，收窄咗之後咧，佢啲水咧仲要係不斷咁樣喺循環嘅。循環咗之後咧，跟住佢就生成咗一個叫做水木火土金嘅一個五行嘅一個格局。你有冇睇到樟宜機場？其實佢除咗呢個瀑布之外咧，佢喺室內係有好多嘅園景。佢用咗水生木嘅呢個方法，將呢個氣場咧得以再長久嘅停留。所以它的綠植其實也是風水佈局嚟。冇錯，然之後咧，我唔知你有冇晚上去過樟宜機場，佢嗰個水柱咧，佢整成紅色㗎，就係木有生翻嗰個火，跟住令到呢個火氣咧得以更旺，係啦，更加好嘅旺翻個旺地。然之後個火去到邊度泄啊？你見到咁多植物啦，你又自然會見到好多土喺室內喎。沒錯，對。係啊，令到嗰個土壤咧又得以一個好平衡咁樣，能夠滋養這些樹木。厚德載物嘛，土係我哋最好去滋養萬物嘅生長嘅因素嚟㗎嘛。對對對。最後喺機場金。冇錯，飛機就是最大的金。佢唔單只係機場，佢裏邊你有冇見到啊？如果你想去玩嘅話咧，仲有輕軌。嗰度有空中嘅小火車可以俾你觀摩嘅，所以一個好靚嘅樟宜機場將個風水局俾到世界人去呈現。第一站你就見到咗。那除了機場以外，我們
新加坡是不是還有一個很著名的魚尾獅啦？剛才講到了，係有什麼風水佈局的作用呢？新加坡大家叫佢獅城啦，哦，獅城， Singapore 喺梵文嘅意思就係獅子，所以咧你話樣就係條魚，跟住個城市由古到咁係都係個獅子，然之後咧個水咧就喺佢嘴度吐出嚟嘅。咁大家知啦，水為養命之源，水為川流不息嘅嘢，水為我哋嘅財富，係啦，尤其係喺個咁細嘅地方，我哋希望佢可以源遠流長咁樣生長。好多人去問李光耀，即係話。你哋新加坡嘅好多嘅設計係唔係同風水有關呢？佢係否認嘅。不能只依靠風水嘛？我覺得係西化咗嘅華人嘅一種思維。佢話人民希望、人民嘅安樂、人民嘅寄託有，我會俾佢哋。但係我相信我哋嘅進步並唔係依靠呢樣嘢，我係一個奮鬥成為咗一個咁好嘅新加坡嘅。沒錯，但是剛才師兄講到魚尾獅啊，是一個新加坡的本地朋友帶我去的。係，他說其實真正的魚尾獅不是那個大的，有一個很小的。那為什麼會有一個小的魚尾獅以後又要建一個很大的呢？這個有什麼講究？新加坡想大力去發展，咁我想我將呢個吉祥物咧放大佢，成為咗我哋國家嘅一個標誌，亦都成為咗我哋鎮在成個新加坡最重要嘅地方嘅一個吉祥物。咁所以將佢放大係好重要嘅。咁其實咧嗱，唔單止係喺嗰度見到魚尾獅啦，通常咧去到嗰度，我哋都會坐喺度吹住個海風，然之後咧眺望住濱海灣對面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，金沙酒店。係，你見到咧係3棟大樓上面咧擺住一個大帆船嘅。咁啊帆船你就知㗎啦，古代人出海嘅意義係為咗咩咧？去捕獲，冇錯，捕魚。跟住咧魚係我哋嘅生活嘅必備啦，亦都係我哋嘅財源啦。沒錯。尤其咧大嘅帆船咧，佢喺乜嘢地方去行咧？喺海。大海。係啦，水有為財。海我哋稱之為無量大財之水。係啦，有呢個咁大嘅帆船入到嚟新加坡喎，咁即係將大嘅財氣送入嚟啦。所以呢個寓意唔使講啦，一定係風水佈局嚟嘅。一定是旺財的。喺呢個大帆船下邊係乜嘢咧？3棟樓。有什麼特別寓意呢？佢係一個中國嘅文字，佢代表咗咩？很像四川的川。哎呀，好叻喎你！川字咧就係叫做川流不息，亦即係代表咗所有嘅財源喺呢個大帆船出海嘅時候咧，可以跟住佢財源滾滾，財源廣進。係啦，唔單止係咁喎，取咗個象嘅水咧，咁我冇活水都唔得嘅。好多人去到金沙咧，離唔開嘅一個地方，佢下邊有個噴泉。哦，好像也是很網紅的一個景點，係，好像也是吸入式的一個噴泉，係冇錯，係一個魚眼嚟嘅，在天就成雲，在地就成魚，就係一個好靚嘅一個象嚟嘅，所以成個金沙嘅象咧就寓意住財源滾滾，富貴逼人。哇！好棒啊！我覺得如果去新加坡的朋友一定要去這個景點打卡，係吸吸它的財氣。因為喺嗰度咧，除咗有魚尾獅、有金沙之餘咧，你一望向左邊，仲有一個摩天輪。大嘅位咧，我知大家都明啦。細嘅位咧，有一次咧好無聊，我喺度睇緊摩天輪，我數有幾個啲咁嘅圓筒啦，係即係我哋幾多個櫃可以裝到幾多人啦？有多少個呢？我一數28個。28代表咩意思啊？這個還真的想不出來，我具體嗱，用粵語嚟讀嘅話，28容易發，又是發財。係啦，咁你覺得就係咁簡單咩？師兄這麼問我，肯定不是，但是我沒想到。咁啊，我哋滾動嘅嘢就猶如天上嘅28個星宿。哦，又是中國人的思想，冇錯啦，老祖宗的智慧。跟住咧，後尾我查翻一啲典籍啊。其實一開始咧都啱嘅，佢個摩天輪咧係逆向轉嘅，即係佢想抽啲水翻入嚟俾自己嘅。但係喺2008年之後咧，原來個摩天輪咧後尾改變咗一個方向喎。又是正傳。點解2008年發生咗咩事？金融危機。係啦，因為金融危機發生咗之後咧，覺得
我哋係咪仲可以咁樣去收埋啲財咧？嗯不如我哋順勢而為咧。哦，他就調整了他的方向。冇錯啦，將佢調整咗之後咧，08年之後，成個新加坡亦都行到好穩。同年，金沙酒店成個嘅氣運都好靚嘅。沒錯。尤其入咗九紫離火運啦，其實我哋話係南方運嚟嘅，你會慢慢發現咗，即係呢個亞洲嘅金融中心咧，慢慢從我哋嘅香港咧轉去到新加坡啦，係啦，即係天時地利啦，都可以好配合到佢哋，我覺得佢哋係可以騰飛嘅。沒錯。師兄啊，有一個新加坡的朋友呢，問我見沒見過1塊錢的新加坡的這個硬幣？這個裡面好像也有故事。新加坡嘅1蚊雞咧係有個好靚嘅八卦圖喺裏邊。對，哇！我覺得如果佢係貿然咁樣去設計嘅話咧，我覺得你話冇風水，我係唔信嘅。出嚟呢個八卦嘅時候呢，係因為新加坡要去起呢個地鐵，跟住呢，我都話咗新加坡係條魚嚟噶嘛，俾人開牆破肚。哦，就開地鐵把它地挖空了，咁點算呢？魚會死啦。咁我哋咪人人都有一個八卦喺身上面，咪幫手去擋煞咯。哦，擋煞的作用。係派俾所有人。剛才你開篇說他不相信風水，但是處處都是風水。冇錯，每個人還要帶一個護身符。大家都驚嘛，咁我俾啲叫做寓意好嘅嘢俾你。對，送吉利，送吉祥。喂，師兄啊，剛才你講了很多新加坡有關於風水的這個景點啊佈局啦。那如果說普通人去新加坡打卡，我們想要去讓自己有一些好運，有沒有真的是可以招財的一些風水方法？嗱，真係好多地方未講晒嘅，有一個地方我建議大家去行下嘅，但係好少人會提到嘅。呢個呢係由香港一個李氏家族啊去，但係當然唔係李嘉誠啊，就喺嗰度起咗個廣場叫新達城廣場。新達城一開始開起嚟嘅時候呢，佢係得4棟樓嘅。人哋又話點解嗰度個風水唔好呢？話因為佢係填海填起身嘅，因為你個商業呢，如果個根基唔夠穩，根基不穩，咁我喺呢度租呢個寫字樓，我都自己冇信心嘅。後尾咧，呢個新達城呢，就起咗第5棟樓。呢一個呢，佢哋嗰陣時係採訪翻，又係呢個李氏家族。佢話點解你哋要做呢一個呢？佢話按照風水嘅角度，呢個就係等於係人嘅一個手。跟住我拖起來，係啦，我將所有嘅嘢托翻起嚟，通過風水嘅佈局，令到大家取到呢個旺氣。點樣去沾財氣呢？事實上唔係去影呢5棟樓，而5棟樓嘅中間呢，亦都係有一個噴泉。哦，那個也是聚財的意思嗎？所有嘅新加坡有懂一啲風水嘅人呢，都同我講過，你想轉運啊，去到嗰個噴泉嗰度轉3個圈。是順時針呢，還是逆時針？順時針轉3個圈。呢個大財氣嚟嘅，因為佢個噴泉咧，平時啲噴泉咧係向外噶嘛，佢係全部向內噴嘅，為咗聚財，為咗同埋24小時唔熄嘅。小朋友轉會聰明，大人轉會轉運，揾錢嘅人轉會發財。所以咧，嗱，冇人同你講，你下一次去新加坡，不妨去新達城廣場轉翻3個圈。好啊，師兄，那下一次呢，我們2個人去新加坡的時候，我們也去看看好嗎？然後我請你坐摩天輪。我請你去其他地方去玩下，你一定好開心，夜晚先去。好啊，那也感謝大家收看我們本期新加坡風水的這個節目。那如果大家還想知道更多的這個風水知識呢，也歡迎在我們評論區多多的留言，然後也可以添加我們助理的 WhatsApp。感謝大家收看我們本期節目，下期節目再見。福生無量天尊。大家好，我係風水。嚟緊嘅風水穴道呢，要開通會員啦。咁點解我要開通會員呢？因為好多觀眾朋友喺度留言話，我想學習多啲更深入嘅內容喎。咁我哋嘅會員內容呢，就係製作一系列更深入嘅內容，俾想進一步了解道法術器嘅觀眾朋友嘅。咁啊，從而呢，可以幫大家去打開呢個眼界啊，放開你嘅心量。從而令到大家嘅生活咧可以趨吉避凶、趨順避逆、趨高避低嘅。所以我哋會員嘅內容咧有3大系列嘅，分別係咧實用真運、高維修行、家居風水嘅。首先同大家解釋下啦，實用真運呢個系列咧
係會面向一啲追求快速想提升運勢嘅朋友嘅。咁我會傳授一啲啦簡單又實用嘅佈局同埋方式俾大家。咁啊，每一期咧我會精細咁樣去講一招嘅啫，直擊大家嘅痛點啦，無需好複雜嘅佈陣，注重大家嘅即學即用。安全快速解決大家最關心日常運勢點樣提升嘅呢個需求嘅。然之後咧，第二個咧就係高維修行啦，因為我哋知道好多風水説道嘅朋友咧都係修行人嚟嘅，而呢個系列咧我哋會面向好渴望內在修行提升能量維度嘅朋友嘅，我哋會從最基礎嘅心法教起啦，帶大家 step by step 一步步感受萬事萬物嘅呢個能量嘅變化，連接我哋古老嘅智慧同埋自然嘅大道規律，切實咁提升大家嘅靈性同埋你個福慧嘅厚度嘅。咁喺最後就係大家都好想知道嘅家居風水系列啦。咁我會同大家咧好深度去解釋現代嘅家居風水會出現啲咩問題啦。咁我會俾啲實操性好強嘅方法，好獨家嘅啲化解嘅佈局調整方案，幫助大家咧去改善大家家宅嘅風水嘅。最後就係會員嘅重磅福利啦。咁啊，成為會員嘅朋友咧，我哋會定期抽出專屬於會員嘅問事名額啦，而且你哋嘅問題咧，我哋會定期嘅收集喺我嘅頻道精選同大家回答嘅。所以我哋會員嘅內容咧，會從個人增運啦、高維修行啦，到家居環境啦，全方位覆蓋大家想要了解嘅內容。嚟緊我會員內容即將上線啦，大家記得點選加入，同我一齊學習，共同成長啦！